Hi guys， 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点经验分享。工作党加小白如何借力 AI 自学 CFA， 快速通过 CFA 1级。简单的说一下我的情况，我是去年呢，2024年5月下定决心报名的，然后呢，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断断续续的自学了半年。去年11月呢参加考试的，今年1月呢刚收到邮件说过了，开心。如果呢你跟我是一样的，比如说是宝妈呀、奶爸呀，或者工作党，没啥金融基础，也没固定时间，更没精力出去报个班，只能利用一点碎片化的时间呀自学，那这个视频挺适合你的。本期视频里面提到的考试呀、书呀、GPT 呀，都跟我们频道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啊。这一期呢，就是一个单纯的、不成熟的2024年 CFA 1级备考经验分享，抛砖引玉，给大家做一下参考。当然呢，如果这视频有帮到你的话，记得点赞、留言和分享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从4个板块来聊聊如何备考 CFA。首先啊，在第一块啊，我们大概说说什么是 CFA 呀 ，CFA 考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准备，也就是 CFA 概况。接着呢，有朋友说了，现在市面上资料那么多，什么网课呀、笔记呀、讲义呀、题库啊，多如牛毛，我该怎么选呀？所以第二块，我们来聊聊如何选择、整合和优化你手上的学习材料。再接着，一个人自学，你也需要有个老师辅导加同学讨论，顺便整个思维导图啊，加知识总结什么的。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精华所在了，教你如何自己训练一个 AI 小模型，给自己量身定制一个 CFA 备考小助手，酷吧？最后呢，是关于考试的一些有的没的，我们就叫它小 tips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说 CFA。CFA 呢是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的简称，中文叫特许金融分析师，是由 CFA 协会颁发和认证的，也是全球投行里最具含金量的金融资格认证之一。CFA 考试呢分为3个级别，1级、2级、3级。那考生呢需要依次的通过3个级别的考试，加4000小时工作经验，加2封推荐信，才能最终拿到 CFA 证书。是不是听起来还挺刺激的？作为入门级的菜鸟啊，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 CFA 1级备考。关于 CFA 1级考试呢，每年有4个考季，分别是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。每个考季呢有7天可以选择，考试的总时长为4小时30分钟。整个考试呢分上下2场，每场呢2小时15分钟，对应的是90道选择题。而2场之间呢，你可以选择休息一下，比如说去一下洗手间呀，喝杯咖呀，或者再瞥2眼公式都是可以的。但从你离开座位到回到座位，整个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。而 CFA 1级官方建议备考时间呢是300小时。至于具体需要多长时间备考，那得因人而异了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周内需要工作，周末还得看娃，平均每天最多2小时，甚至有时候一忙还得断上好几天。那300除以2等于150，备考时间呢建议至少6个月。最后呢 ，CFA 1级涉及的考试科目呢有10个之多，而每个考试科目呢，在考试中的比重呢也是不尽相同的。而近10年呢，官方给的一个平均的通过率，大概为40%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官网上给出的每个科目的具体比重，来安排自己对应的一个备考时间。接着呢，咱们来聊聊如何更合理的使用你的学习材料，也就是怎么选择、整合和优化你的学习资料。首先呢，你可以搜索 CFA， 点击 CFA Program， 然后呢点击 Enroll and Register， 就可以在 CFA 官网上呢完成报名注册。那在你报名成功之后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点击 Registered Candidate Resources。
进来之后呢，再点击 Sign In， 那官方提供给你的所有的免费学习材料都在这儿了。说是免费的呀，其实都在你的报名费里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不用白不用呀。这个界面里的每一板块，建议大家都仔细的 explore 一下，熟悉每一块点进去都是干嘛的。你比如说吧，里边的预备知识呀、线上学习系统呀、考试界面模拟系统呀等等。这里啊，咱们只说最重要的一个线上学习系统，叫 Learning Ecosystem， 简称 LES。因为考完之后呢，我就没办法再登录系统了，所以呢，这里只能用一张示意图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，怎么更合理的使用这个线上学习系统，也就是 LES。这个 LES 呢，左侧是它对应的所有功能，总共有9项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有这么3项 ：Lesson、Practice 和 Mock。Lesson 呢是官方教材的线上阅读。而 practice 呢是官方教材里对应的所有的课后习题，然后再加上额外需要你再付费的1000道补充试题。而 mock 呢对应的是里面有2套免费的考试模拟题，加上你6套需要额外再付费的考试模拟题。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这2套免费的考试模拟题啊，大概需要等到你的考试前的2个月才发放。在那之前呢，你是打不开的。那么根据我有限的实战经验呀 ，LES 里面的官方学习资料是最原汁原味贴近考试的，所以咱们也别舍近求远，把官方的材料吃透才是王道。所以学习方案1是最简单粗暴的，建议可以官方教材，加官方课后题，操作方式也很直接，直接进入 LES， 按部就班来。你先在 lesson 里面按着教材的顺序，从第1个科目开始学。看完一个 learning module 之后呢，立刻跳到 practice 做对应的那一块的课后习题，然后呢，再回到 lesson 看下一个 module， 再回到 practice 来做题，就这样循环往复呀，直到你学完所有的10个科目，咱们算完成了第1轮学习。那这时候有朋友跳出来了，阿丽呀，官方教材要3000多页，摞起来有30-40厘米高呢，我既要上班还得带娃，实在是搞不动呀。放心，咱们来优化一下，换个打法，瞬间让高山变成可翻越的小丘。这就是方案2，你可以选择 Notes 加官方教材加教材课后习题。这儿的 Notes 呀，我用的是美国 Kaplan 出的 Schweitzer Notes， 你可以考虑一下。针对 CFA 1级这套笔记呢，一共有5册，大概的话有1000多页，是官方教材的1/3都不到，可算是相当精炼了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某宝亚马逊都有它的官方渠道，买起来也挺方便的。那怎么学呢？你可以先看 notes 里面的一个 reading， 对应的就是咱们官方教材里面的一个 learning module。看的过程中呢，有不理解的地方你可以再去查官方教材，把这块搞清楚。然后呢，看完一个 reading notes 里对应的课后习题你是可以跳过不做的，直接去做官方教材的课后题，原汁原味最保证。这样一来呢，原本线上要看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官方教材直接就压缩成了几页的 notes， 加偶尔查一查教材，而做题环节呢是不变的，还白得一张 Kaplan 公式表，感觉还行。那就这样呢，看 notes加做教材课后题看完10个科目，咱们算是完成了这第1轮的学习。如果你想一次就过建议1轮之后按照 notes 加第1轮的错题，或者呢 notes 加需要再付费的1000道补充题，再来一个第2轮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这2轮学习之后notes 要从头到尾的过2遍，教材课后题呢至少过1遍，而考前冲刺你再在 LES 的 mock 里面呢做至少2套模拟题，看看你的正确率，找找感觉，这下稳。可是估计这时候又有朋友喊了，不明白的太多啦，老翻教材也忒麻烦了，有没有办法我不懂就问，一问就答呀？这个时候 AI 登场了，当当当当。
现在啊 ，AI 模型是满天飞，什么 DeepSeek 啊、Q1、Grok 啊、Gemini 等等等等，全都有一席之地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一直在用 ChatGPT， 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就主要来聊聊如何用 ChatGPT 来备考 CFA。先最简单的方式呢，是你直接在 Chat 窗口这块呢发问，输入你的问题，中英文都可以。但是呢，考虑到 CFA 考试呢是英文的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使用英文。如果实在太为难的话，中文也行。毕竟嘛，语言从来都不应该成为咱们学习的障碍，对吧？比如呢，你可以输入一个问题，咱们来看看它的回答。首先呢，是在 CFA 中的定义，然后是公式以及公式的一些解释和说明。如果你需要一些具体的计算例子的话，也可以进一步让它给你一个 example。那总体来讲呢，其实还是不错的 ，very nice，right？ 但如果你希望 GPT 的回答能基于某些你指定的文件，比如说呀，你的网课视频啊、讲义啊、笔记啊、题库啊等等，那就可以点击这个小加号，然后呢，先上传文件，然后呢，再输入你的问题就可以了。这里要敲一下小黑板了。咱们上传的文件呀，最好是没有版权问题的哦。比如说你做的笔记、总结啊等等，如果呀涉及版权问题，建议先得到授权再上传，会比较稳。咱们频道啊就是这么严谨。那如果你觉得像这种即时聊天有点乱，希望把你的聊天记录啊、文件呀和笔记啊都集中在一个项目中，那你就可以点击这儿，点击project， 然后呢，创建一个 project， 输入项目的名字。那这里呢，你可以添加一些说明，来个性化的定制 GPT 的一些回答方式。然后呢，在这里的 Chat 窗口，你直接提问就可以了。当然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社区溜达溜达，找找别人已经训练好的关于 CFA 的一些其他 GPT 模型。点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进入 CFA。当然，因为我这里是之前有搜索痕迹的，所以你刚才有看到它有出来一些。那你可以看到有不少，比如说我们点开其中的一个试一下，我们要一个 Level 1的吧。这个题目生成之后呢，你可以输入你自己的答案，这样的话 GPT 就会像一个小老师一样的批改你的答案呢，并且详细会解释每一个选项。Cool。有朋友说行倒是行，但我想训练一个自己的 GPT 模型，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个 CFA 学习小助手。小主别急，请移步 ChatGPT Plus 的网页吧。准备。那我们搜索 GPT。登录你的 GPT， 然后呢，点击头像，创建一个 GPT。这上边有 Create and Configure， 我们需要选 Configure， 也就是个性化定制。底下呢有名字、描述、具体说明、开场白以及上传文件。这个大家呢按照底下的提示历练完成就好了。这里呢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已经提前呢准备了一部分，所以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然后也给大家示范一下这块具体来怎么写，特别一些 prompt。你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呢就叫做 CFA 学习小助手，简单描述呢就是协助和辅导我通过 CFA 1级考试。 Instruction 部分呢大家可长可短，看自己想要怎样去定制这个说明，然后自己写就好。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演示。开场白呢，就是你在学习过程中会反复问到的一些问题的模板，放进去之后呢，就省去你多次的重复输入了。比如说，我经常需要 GPT 给我生成一些思维导图，或者解释2个或多个核心概念之间的一些区别，那我就可以放到这儿。还有第二个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底下呢也是要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上传文件。这里上传文件，什么文件都可以，只要没有版权问题，随心投喂。比如我上传一个我的 notes， 好，我们等它上传一下。好的，让它生成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选择只对你，然后保存一下，然后看你的 GPT 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呢，我们让它来解释一下2个核心概念之间的一些区别。这里呢，我们选2个话题。可以看到，对于这2个
核心概念或者基本概念解释还是非常清楚的，并且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。我们呢可以再试一下，比如不过这里有个小提醒 ，ChatGPT 呢会迷惑，重要信息需核实。因为啊 ，AI 模型包括 GPT 在内，其实就是一个猜词小能手。它的基本套路啊，就是根据上一个词，然后靠概率模型来推算下一个词。听起来是挺聪明的吧？但其实它并不具备任何的理解力。所以啊，咱们在用 AI 的时候，也得知道它的局限性和些潜在问题。如果呀，你对他的回答有疑问，那就别偷懒，咱老老实实的翻翻 CFA 的官方教材，或者查查 CFA 的官网。毕竟吧，无论是 GPT 呀、我的频道啊，还是隔壁桌的学霸啊，信息都不一定100%靠谱，对吧？溯源查证啊，才是王道。最后呢，是考试的小 tips， 稳住，咱们才能赢。首先啊，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，心态稳，不能崩啊。有朋友学不动的时候就想玩玩手机，顺便刷点学习经验，然后不小心一看吧，哎，这个1个月躺平过了，啊，那个突击了2礼拜，然后躺平也过了，结果心态一下就崩了。这里呢，其实我想说说啊，我们需要对学习啊有敬畏心。学习本身就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学不动的时候吧，咱们就找 AI， 搞清楚，继续学嘛。千万不要因为别人乱了自己的脚步，做一只快乐学习的小蜗牛。第二点呢，选考点的时候不要着急，报名之后呢，别急着选考点和考试日期，先得搞清楚啊，你的考点和日期可以选择的最后的截止时间，然后你想好了再定，不然的话你不小心选错了，改起来可是要交米的哟。友情提示一下吧，周末的考位啊其实很抢手的，而工作日一般啊随便挑，所以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，可以考虑啊避开高峰。还有一点呀，有的国家呢可以选择上午考啊还是下午考，你比如说新加坡，而有的你只能选择上午考，你比如说中国。哎，所以呢一旦选定了考点，大家也需要考虑和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最佳的作息时间。这第三点吧，带对装备，准备到位。考试时候吧，计算器可一定带对了。官方推荐的计算器啊就2种，长这样，看一下。那必要的设置和操作必须滚瓜烂熟。你比如说怎么设置重置计算器啊，如何设置小数位数啊等等。再来，你考试当天还得多带点衣服，防止呢考场的冷气太足，原地冰冻了。考前吃饭呀也要稍注意一下，比如说吃太饱吧，你血糖高容易犯困，是吧？然后空腹太久吧，血糖低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。建议呢可以带点零食，稳住血糖。毕竟啊，细节稳才是真的稳。哎，作为这个第二点呢，考选，以防止呢考场的冷气太足了，然后你原地冰冻啊 ，sorry 说错了。